天爷保佑，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。老天爷保佑，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啊！老天爷保佑，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。老天爷保佑，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。大兵，起雾了！大兵，起大雾了！大兵，快来啊！怎么了？好像有人了！胡说八道，这远海怎么可能有人？你看看，是不是？老天爷保佑啊！我们只是来讨口饭吃的，请你高抬贵手。大兵，快走，走！大兵，大兵，大兵！长官，这，我是去报案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现在你又把我烟藏哪儿了？你把烟藏哪儿了？好，知道了。陈礼彪，上头送来报案的，说是在盘花海礁遇到鬼了。盘花海礁，不是很久都没有船经过了吗？是啊，最近盘花海礁一直闹水鬼的传闻，很多船是不肯走了，但还是有胆子大的，想打捞沉船发财的主意。这个月类似的报案已经有7起了，之前的都口臭无凭，就这个是有尸体的。你怎么不听啊？死者是谁？展开说说。我们在盘花海礁见鬼了，大兵就是让水鬼杀的。是盐巴，这人肚子里塞满了盐巴。我第一次见有人用阉人的方式把人杀死。咱们去瞧瞧，把尸体抬下去，保管好，备好船，明天天亮出发去盘花海礁。慢一点啊！哎，你别走啊，你得带路呢。不，我不去。长官，我求求你，长官，我不敢去。等等，外边等我，这礁石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孤岛之上，四周海水茫茫，我们就算有绝技，也没个屁用，确实有点麻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可以不去查，直接上报总部？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开个小店，赚点小钱，了此三生呗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一个盐沼地底下查过一个邪神案？就是我们去霸龙洲第一个案子。不记得。在那个邪神赌亭下面有个快死了的师爷，也是我们的同僚，还跟我们说，如果在档案馆碰到跟礁石有关的案子，千万不要去查，因为会死的。是吗？他说过让我们不要去？说过。可那些死掉的船可怎么办？我偏要去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这样，你做决定，你说去就去，你说不去就不去，我听你的。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啊。那就去一下，如果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你说撤我们就撤，好不好？都听你的。行吧，你说的啊，听我的。当然了。夏仔，你说咱们就照着这个方向一直开，能开到下城吗？那你站错位置了，下城在那边呢。别抽了，烟味会影响我的判断的。活来货，这很贵的，咱们什么时候这么发达了？鬼呢？我实不相瞒，我上次见到是在那个大雾里面，这雾气一散，都没了。什么时候起雾？一般是太阳落山之前，那个风就停了，这个雾啊就慢慢的就上来了，一直会持续到半夜。这风再起的时候，就会把整个雾都吹散了。我就在那个时候见着的水鬼。快日落了，走吧。你给我们把那酒跟灯拿过来，然后你就随意吧。但是我发信号之后半炷香的时间，如果你到不了的话，巴兰你就不用混了。这里有奇怪的东西，不像是自然形成的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大量剐蹭出来的。哎，起雾了。淹过的？难道这些年来，有人一直在淹人玩？陈立彪，糟了！夏仔，陈立彪死了！夏仔，没事吧？断后路这种事情啊，只有人能干得出来。既然不是闹鬼，这附近就肯定还有船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他们想吓唬我们，让我们把闹鬼的事情传出去，所以我们肯定能离开这儿。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一点。全部人给我出来！我是南沿海市督办张海岩，你们在这装神弄鬼，我要把你们全部查办，
3分钟之内，如果你们投降，直犯投犯；3分钟之后，全部就地正法。胡说八道呢？3分钟还没到啊！我说的话你也信？赶紧趁他们没反应过来唬他们呀！这些像是那些船上失踪的乘客，现在全部都变成了腊肉。有血，重吗？果然是人啊！唉，真没意思。最近南洋处理的古怪事，全都是人搞的鬼。大概这世上会搞鬼的也只有人吧。搞什么？海风来了，勿要散了。哎，你说他们这装神弄鬼还蛮良心的啊。都是障眼法。雾一散，那些尸体搜一下也都不见了，神乎其技啊！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能把人和尸体藏哪儿去？小南，通过这个血，你能不能推断出他们的位置？血不是特别好的气味标物，传播距离不够远。海风太大，气味很快消散。嗯，但是有个东西应该可以。针叶都被人踩过了，但我在里边放了沉香，这玩意儿穿透力强，感受一下。来，闻一下。闻不出来，你嘴巴里烟酒味太重，离我远点。人在海上，你是说有人把那些尸体迅速地运回了船上，并离开了礁石？什么船这么快？可能不是船，是什么别的东西。想知道，去看看。
这么大个的船，这不是1年前消失的客轮吗？当时有200多名乘客一块消失了，是他吧？看来这1年在盘花海礁失踪的船只，都被藏在这儿了。什么人干的？目的是什么？不管怎么样，肯定是个大案。走。礁石上那2个人，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是海事督办府的，看起来不像是海事的人呢，嘴里还能吐刀片，不知道是哪儿来的。不管什么派，咱们都不放在眼里。怎么又是军阀呀？看这些士兵，肩杆子都是德纳西造的毛刺武枪，还有那个领头的别了把鲁格，都是咱摸都摸不着的东西。这个士兵等级非常高。再看这个铁索连环十分合理，这船上的岗哨分布也非常的清晰严密。而且这些哨兵没有半丝懈怠，这背后的人不简单啊！长大了，会分析了。以前都是由我来分析的。那我说出来也比你帅。走吧，上去看看，这么大手笔到底……这些士兵在这搞什么鬼啊？装神弄鬼。看到尸体上的丝线了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些军阀就是靠拉动这些铁丝，才能让尸体快速出现在礁石边，然后再快速消失。怎么实现呢？类似升帆原理。他们先借助雾气让船只靠近礁石，然后再制作一个类似于拱顶的装置，拉动绳索让尸体快速出现，然后再拉动绳索，让尸体快速消失。就如同升帆一样。还是你脑子转得快啊！不过这些士兵为什么要拿这些尸体搞鬼呢？味道很刺鼻，不知道什么药水。他在干什么？从盘花海礁到这里，按照我的判断，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游过来的，除了张启山的人。快，所有人马上把武器准备好。如果真的是张启山的人，现在这么找是找不到的。今天我们必须……嘘，我送着你就死了，回到我的窝里我就给你封好。你们什么来历？什么人？礁石底下有什么？上面的士兵马上就会下来，你赶紧想想招支开他，给我们争取点时间。我知道礁石底下是什么了。明末进海之前，有人通过通海一道从波斯湾诸国运送了大量的奇珍异宝，一共67艘。这批船途经盘花海礁时，遇上风暴沉没了。你看礁石上那帮人的鬼样子，就知道他们不是来打捞什么沉船宝藏的。这礁石下面肯定有什么别的东西。他们是要炸开这个礁洞？炸了，炸开好啊！那咱们帮他一把，多搞点炸药，把控制室给炸了。不太对劲，他们为什么迟迟没有炸开呢？是因为他们不敢炸开，觉得下面有危险。如果下面真有这么危险的东西，我们更得炸。海军长官，看他们是不是去假喇叭？你别忘了，这个船上可是有几百条枪和几百个人质，
我们不搞点事情肯定是出不去的。从繁华海礁到这里，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游过来的，除了张启山的人。快点想，做决定，没时间了。赌一把，冒险试试。你想开了？你之前不是总问我，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？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值得冒险，但是我也跟你说明白了，这只是在冒险，不准狂欢。你放心，这么多年，我很克制的。已经开始上头了。进。副官，怎么会有枪声？知道了。刚才有人混进来，现在已经跑了，找人全船去搜。是。对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马上就要挖到那艘沉船的底舱了，现在加倍小心，怕那艘船里的东西出来。好，我考考你，如果担心里面的东西出来，你们应该做什么准备？之前是让那些劳工们下去挖，我们只要遮住身上的皮肤，再佩戴上用药水浸润过的护具就没事了。这样难道还不够吗？这2年死的人，你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，还用盐封了起来。我们以为这样就足够了。告诉下面的人，今晚一定要挖通，加快速度。张启山的人已经来了。是。等等。你听说过一个叫张海岩的男人吗？属下不清楚。这么帅的男人你没听说过？此人隶属于南洋海事督办府下的南部档案馆，专门查南洋上的奇闻异事。此人乃赫赫有名的顶级高手，这你都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他的外号叫海上瘟神。这个人是我一生的宿敌，我活在他的阴影下很久很久了。但我看现在情况危急，我得好好的跟你说道说道。属下知道了。但您刚才不是说那是张启山的人？这个张海岩比那个张启山棘手1000倍10000倍。我刚才没告诉你们，是怕你们听到吓得尿裤子。但是现在他已经混进来了，我们有天大的麻烦了。那副官的意思是？我100%的确定这个张海岩已经进来了。这个男人相当的危险，如果我们不把那个东西完成，不把它炸开，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儿。是。那我安排劳工们下去，反正他们已经都没救了，早晚都。蠢货！你们亲自去挖，让那些劳工滚远点。我只信任你们，知道吗？是。把门关上。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做好防护。快走，快走，不然都得死。走。哎，你们别进去，看不到我们的，放心。别进去啊！有尸臭味。瞎子，你看这船都盖化了，礁石和船底都粘在一块了，看都看不清，还真像是明代的沉船啊！别研究了，外面都是海水，这里粘得太久很容易坍塌。抓紧行动吧。这些袋子里的尸体都腐烂了，这些古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尸体吊起来？你看这儿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是把尸体吊下来，收集这些尸液，来滋养这些植物。
明代的航海图，怪不得这些尸体都烂成那样，可能是那个时候船员的。这些尸袋应该也是他们吊上去的。这上面还记录了一件怪事儿，说当时这艘船出海的时候，船员突然开始离奇死亡，死状都是浑身红疹溃烂而死。随着越来越多人死去，整艘船陷入了恐慌。怎么了，三叔？这船被水鬼缠上了，水鬼来了，被你们沉入海底的人会困在海上，无法归乡，所以他们化作厉鬼回到船上找我们索命啊！三叔如何是好啊？把尸身都吊起来，把厉鬼困在尸身之内，靠了岸，怕他们好说好葬。切记，尸身的脚万万不可接触甲板的。这些尸身上滴出了黑水，反而加剧了灾难的演化。应该是当年船上有人中了黄昏草的毒，这些中毒的人身上沾染了黄昏草的种子，而这些人死后，种子依附他们的尸体而生。黄昏草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，刚好适合船草。慢慢的，船上的黄昏草爆发了，才会导致了全船人的悲剧。这些黑色的尸液里绝对有黄昏草的种子，不然不会开出来这么多。这就是这艘船的精华，中毒而死的人的浓缩液。想怎么干？上面那帮孙子肯定想要这个东西，哼，这么危险的玩意儿，怎么能让他留着祸害人间？来给你们消消毒。看起来你还挺享受的啊。是吗？这么明显吗？你们几个去那边帮忙，快去！是。副官，你怎么了？这儿怎么这么乱？您下令炸开交道，现在礁石已经炸开，有东西出来了，咱们的人伤亡惨重。您是被张海岩伤成这样的吗？谁？张海岩，就是你一生的宿敌。张海岩，始祖和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绝不能让他们夺走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把那些种子拿回来给您。有人来了。早知道刚刚补这箱子一下了，失策呀！收回所有证据，一个也别放过！唯一的出口被他们堵住了。你是想借炸弹炸开船体，靠冲击波把我们冲进海里？疯了！师妹，看到了。看到了。
全部炸弹一起扔过去，炸死他们！没想到火力这么猛，不知道这破案能在地方住完。想回下城吗？废话，当然想。那就好。什么意思？郑海龙，我不想回下城。下城我没什么牵挂，你替我回去吧。小仔，你能不能不要再……张海霞，你干嘛？渣男，你疯了吗？小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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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，我带你回家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周围的人？你是爽了，周围的人怎么办？想回下城吗？废话，当然想。我不想回下城，下城我没什么牵挂，你替我回去吧。张海霞，你干嘛？师傅，张海龙，你画什么呢？画眉鸟，像吗？张海霞，你的眉毛又是怎么回事？啊？眉毛洗了去。哦。这是你的本相，你的本相是蛇，蛇会吞噬一切，但这也不能怪你，还好你走了狗屎运，有张海霞在你身边，他会提醒你。天哥们，对我好点儿。
救命！师座，船半个月前从盘花海礁出发，今天刚刚到港。这是陈副官的亲笔信。师座敬启，漂泊10年，弟子幸不辱命，取得黄昏草的种子，完成您的嘱托。请师座务必小心海事督办府下属南部档案馆。属下在盘花海礁所遇之人，为档案馆探员张海岩。出令，黄昏草毒依然扩散，船镇士兵皆属感染，其他人已全部灭口。船上士兵断不可留，以绝后患。师座，陈副官的尸体已经僵硬，罐子取不下来。斧头干嘛用的？把手砍掉，把罐子取下来。南阳这个海事督办府下面的，叫做南部档案馆。你给我查清楚，好不好？查到之后如何处置？刚才信上说，那人叫张海岩，他姓张。张家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把档案馆的人全部给我找出来，管动用什么手段？师座，我之前已经去过各处调查过了，没有找到所谓的南部档案馆，但是我们抓到了一些人，疑似档案馆的成员，有人供出了一些线索。南部档案馆是专门调查奇闻异事的机构，它的前身出自一个古老的张姓家族。那个家族非常神秘，具有超越常人的力量。档案馆的最高领导者是馆长张海奇。张海奇，盘花海礁案，师爷的预言几乎应验，最后以2名探员重伤为结局，变成悬案。而2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他们养伤的过程中，南部档案馆霸龙洲分馆突然被通知暂停事务，所有人员就地解散，各自休整。张海楼一直尝试联系总部，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档案馆的人都去哪儿了？怎么连师傅也没回应？